July 17th, 1981, Kansas City. At the Hyatt Regency Hotel, two massive steel and concrete skywalks have just collapsed onto hundreds of people enjoying the hotel's tea dance. And all of a sudden, we just saw the catwalk collapse in the middle, and everything just came down in one big swoop. This is we're all due at the Hyatt Regency. The balcony collapsed, and there may be 50 to 100 people. Oh, Jesus. Yeah, and we need something that can lift several tons. Fire department, people are trapped underneath the balcony. 嗨，大家好吗？欢迎收听黑天鹅。1980年7月，富丽堂皇的凯悦丽晶酒店于美国密苏里的堪萨斯城盛大开幕。主打室内奇观的饭店中庭不仅有着招牌玻璃穹顶，另外还有3座悬浮于空中的走道，直接连通客房、商城和会议中心。如此创新的设计让凯悦丽晶酒店声名大噪，宾客满盈，不止住客源源不绝，市民们也将其当作社交场域，定时定期前去参与活动。然而开幕仅1年，该饭店却发生美国当年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公共安全事故，数十吨的天桥从上千名宾客的顶上崩落，造成114人丧命，216人轻重伤。是什么让原本惊艳四座的奇景，在转瞬间化作惊骇万人的悲剧？又是谁该为这个惨痛的事件负责呢？要理解这场灾难的成因，就得穿越时空，回到40年前的堪萨斯城，读取当时的背景、建筑规章和新闻资料。而要做到这一点，我靠的不只是追根究底的搜寻力，还要有从头到尾都稳定不卡的网路。Sally 是一款支援超过200个地区的国际 eSIM 服务，不用扫 QR code， 不用插针换卡，一个 App 就能轻松解决我对断网的不安。更扯的是，它还有挡广告、虚拟定位的服务，轻点一下开关，不止网路顺畅，连安全性都一并拥有。我人在新加坡，筹备这支影片的期间飞过台湾2趟，因此查资料的过程几乎全在移动中完成。如果没有 Sally， 现在我可能还卡在搜寻第1页。如果你跟我一样，厌倦下飞机后还要买预付卡，也不想再追着公共 WiFi 跑，那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 sally.com/swan， 或在结账时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WAN， 还可享85折优惠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深入探究堪萨斯城凯悦丽晶天桥坍塌的始末。要讲起堪萨斯城凯悦丽晶酒店，名字太长了，我们以下简称凯悦丽晶，就不得不提一下这间酒店的前辈丽晶凯悦亚特兰大。它是世界第1座中庭式酒店，鬼斧神工的玻璃天窗搭配观景电梯与开放式格局，让酒店中庭既透亮又充满未来感，完全颠覆过往传统的建筑模式。作为同行标杆，凯悦讲求冲击力度大的美感，他们要宾客一踏进饭店就发出哇哦的惊叹声。因此当建商找上凯悦，要他们的品牌入驻堪萨斯城，并以凯悦丽晶酒店作为都更计划的重点，身为营运方的他们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对于一举振兴当时萎靡的经济抱有相当大的信心。饭店初步的设计由建筑师 Bob Bergebile 操刀，他构思在饭店中庭沿着客房的南北翼建造一个半挑空看台，看台下方以混凝土柱或钢柱撑托。如此一来，宾客可以在看台上休憩，或者在有活动的时候俯瞰1楼的舞池。然而此设计遭到凯悦行销高层退货，他们认为柱子跟看台会阻挡舞池本身的平行视野，整体设计也不够震撼，要 Bob 回去复制丽晶凯悦亚特兰大的飞天感，重新提案。在几经思考后， Bob 提出以3座长约37、宽约4公尺的悬空走道取代落地看台，走道会分别从客房翼的2楼、3楼、4楼伸出，贯穿整个中庭，并连接南方的会议厅和购物中心。为了讲解方便，以下我们将悬空走道统称为天桥。根据设计图，2楼天桥将建造在4楼天桥的正下方，它们俩使用同一组支撑系统。而3楼天桥则向饭店入口处偏约 4.5 公尺，跟旁边的2座天桥错开。Bob 的想法是用3组共6支的单一吊杆来支撑天桥们，吊杆直直从屋顶垂下，穿过天桥的箱型梁，并以螺帽承托底部固定。
他认为这样的悬吊设计兼顾时尚，同时又能满足凯越要的空间感。果然，知凯越者莫若 Bob。Bob 的第二次提案获得凯越赞赏核准，于是在1978年5月，由建商皇冠中心开发公司所主导的凯越丽晶建案正式破土。由于1970年代的美国正处在越战后的财政压力与2次石油危机导致的通膨中，因此在政府控制货币供给的政策下，商业建案的融资成本是不断的升高。为了利润，当时的业者盛行一个名为快速赶工法的建筑手法，意思是边画工程图边盖房，图纸只要完成60%到70%就赶快发包下去，赶快动工，剩下的细节变动就在施工现场靠 RFI 流程单或者是靠结构工程师的口头指令补图。早完工就早赚钱，在当时那个高通膨高利率的年代，出资者哪有说不的道理。建商皇冠中心开发公司就跟当年诸多的建商一样，选择使用快速赶工法，把堪萨斯城凯越丽晶原本预估要4年的施工期直接砍半，缩短成2年。1980年7月，堪萨斯城凯越丽晶酒店磅礴开幕，40层楼，733间客房，3座创新的漂浮天桥和美观又四通八达的中庭，看得宾客是惊叹声连连。然而此刻众人都没有想到，短短16个月后，这个奢华前卫的酒店竟然会化作一把2神的铁锤，瞬间把数百数千人的人生压成碎片。凯越丽晶的绝美中庭主打高颜值及高实用性，因此除了接待宾客，场地也常见各种社交活动举办。其中最常获得媒体报道的，莫过于每周五5点到8点都会举行的茶舞会。由于这个舞会对外开放且不收门票，市民们不论老少，不论跳不跳舞，都将它视为一个周末放松的好去处。1981年7月17号晚间大约6点50分，舞池的乐队正在演奏40年代的爵士，调酒师则在一旁摇出今晚的第 N 杯琴糖泥。此刻的中庭约有1600名宾客，他们有些人慢慢往舞池边散去，有些人则端着饮料走上天桥。因为等会儿7点整茶舞比赛就要开始，现在卡一个好位，视觉听觉才有好体验。然而参赛者才刚就定位而已，天空就突然传来啪啪啪的声响。晚间7点05分，4楼天桥在下沉几英寸后直接断裂，它就像只失足的巨兽一样，重重跌向2楼，接着再抱着2楼天桥一起砸向地面。65公吨的钢筋水泥就这么从天空倾泻而下，原本歌舞升平的中庭瞬间陷入一片灰黑。目击者们不确定自己刚才是看到了什么，因为没听到有人哭喊，也没听到有人尖叫，但原本挂在空中的天桥此刻已化作眼前的一滩残骸。此起彼落的哀嚎声紧接着在充满烟尘的中庭里响起，许多宾客在舞池的地板上呼唤着家人的名字，他们伤痕累累，头破血流，对自己怎么会倒地感到困惑。但另一头的人们正从错愕转为恐慌，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先生、太太、小孩，看不到自己的朋友，视线全被2层厚厚的混凝土挡住。当他们往天桥崩落的地方靠近，看见从水泥堆中岔出来的躯干和四肢，他们才意识到这场与死神的拔河早已经开始。当2座天桥挣脱吊杆，直直地扑向地面，桥上和地面上的人根本来不及逃，他们被成吨的水泥重重压住，有些人当场支离破碎，有些人则被掩埋在残骸底部苟延残喘。虽然警校在接获报案的10分钟内就赶到了，但天桥的残骸实在太重，没有千斤顶，没有吊车，他们根本救不了被卡在里面的人。另一个棘手的部分是，此刻中庭内外还挤满受伤的宾客，警校人员不得不把饭店门前的车道当作临时减伤区，优先救治情况较为急的伤患。更令人心急的是，4楼天桥在崩落时造成水管爆裂，因此此刻的中庭不止断壁残垣，空中还有好几道正在滚滚喷发的水柱，这让排水不佳的中庭很快就成为蓄水池，而那些遭埋的伤者无处可躲，原本就已经在呼吸困难了，现在还得面临被积水溺死的危机。晚间7点50分，也是事故后约45分钟，消防队强行拆除饭店大门，除了帮助排水，也让大型机具得以进入。
在使用装载机试图搬开水泥失败后，消防局即刻透过无线电与广播电台呼吁建筑业者支援。许多工地和厂商主动送来千斤顶、照明灯、钻孔机等设备，甚至直接把吊车开来协助抬起塌落的物件。不止他们，酒店附近的商家、施工工人以及医院的急诊医师听到消息都纷纷赶来。大伙儿不分你我，有的人操作机具，有的人徒手开挖。他们在瓦砾堆中爬上爬下，只愿饭店展览厅临时搭的停尸间不要再多一个罹难者。为了抢救还有生命迹象的伤患，人员必须在紧迫的空间内执行截肢，甚至忍痛锯开叠在伤者四周的遗体。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地板的积水渐渐从深灰转成暗红，救援行动也缓缓来到尾声。凌晨4点30分，救援团队终于迎来睽违已久的欢呼。他们将生还者 Mark Williams 从瓦砾堆的最深处拉出来。过去的9个多小时，他被挤在一个比行李箱还要小的空间。他的身体对折，胸骨断裂，2只脚踝交错卡在脑后。所有消防员都很惊讶，伤势如此严重的他竟然还能存活。根据 Mark 的证词，事故当时他正在天桥下方排队拿酒喝，他目测队伍里大概还有20几个人，因此救援团队继续在他的位置附近挖，希望能找到其他的生还者。遗憾的是，这个希望在早晨7点45分彻底破灭。当吊臂抬起最后一块水泥板，消防人员确定与 Mark 站在同一区的31名宾客已全数罹难。根据警校的资料，这场事故共夺走了114名宾客的性命，最小的罹难者甚至只有11岁。其余216名伤者当中，包含 Mark 在内，只有29名遭掩埋的人从瓦砾堆中获救。虽然捡回一命，但他们个个身负重伤，一生都要与瘫痪和残疾共存。凯悦丽晶酒店的天桥坍塌事故重创了堪萨斯城居民对于公共安全的信任。不止伤者与罹难者不解，媒体也紧追着事故的成因。所有人都想知道，今天桥会垮，到底是哪里出了错？事故隔天7月18号下午，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机构国家标准局赶抵堪萨斯城，由4位结构专家组成的调查团队正式开工。同一时间，堪萨斯城星报也成立自己的调查小组，公司部门各显身手，为了追寻真相，也给受害者们一个交代。没想到调查才刚开始，双方人马就碰上了个大难题。原来崩落的天桥残骸早在18号清晨就已全数被搬运到市郊的一间仓库存放。由于此事件牵扯到上百宗的民事诉讼，因此法院对残骸下了保全令，表示调查人员只能看不能摸，不管是要切要割还是要做测试，都得先向法院提交动议，获得批准后才能执行。在非紧急的状态下，这趟程序至少要花个几周。尽管无奈，调查人员还是得配合。You know, the debris has been moved. We have not had a chance to see that. And maybe after we get a chance to see that, we may know a little bit more. But right now, there wasn't much that we could see. 等待动议核准的期间，他们将调查转向纸本记录，而一份份的文件都显示凯悦丽晶在施工的过程中有很大的疏失。其中一份维修通报记载，1979年10月15号，也就是在酒店开幕前9个月，酒店中庭北端的屋顶横架连接点曾突然失效，导致约250平方公尺，大约一个网球场大小的屋顶面板局部坍塌。当时的结构工程师 Jack Gillam 有来到工地检查横架以及柱基并进行修补，然而他没有检查天桥和吊杆的连接点，甚至没有向市政府通报结构危害就草草结案。不仅如此，调查人员进一步发现，在屋顶面板坍塌前8个月，钢构承包商 Haven Steel 曾要求改变天桥的设计，要求将固定2、4楼天桥的单一吊杆改成2段式，意思是把原本要从屋顶垂下，先穿越4楼，再穿越2楼的吊杆分成上下2节，屋顶到4楼天桥1节，4楼天桥到2楼天桥1节，接着再分别用螺帽固定。承包商想改设计的理由是，他们觉得13公尺的吊杆很难做，分成2段的话效果不变，但施工起来会容易很多。姑且不论承包商说的是否正确，按
照程序，任何设计要更动，都必须经由结构工程端核准才行，并不是承包商喊改就能改。然而在承包商上缴的文件里，核准章确实是盖了，但提案内容只有一张草图，里头竟然没有任何重新计算载重、剪力或焊缝强度的计算值。调查人员就很纳闷，一个这么大的更动，怎么会连最基本的手动验算都没有？而当他们分别对新旧两设计进行试算，才知道天桥早在完工的那一天就注定要崩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堪萨斯城的建筑法规，集会用走道每平方公尺必须要能载重488公斤，换算成人数，假设一个人平均110公斤的话，那每平方公尺就要能承载 4.4 个人。以凯越丽晶的天桥面积计算，2、4楼相加起来应该要能承载14多公吨，约1300人。但最恐怖的地方来了，这个数字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不要说支撑宾客了，凯越丽晶酒店的天桥根本连支撑自己桥体的重量都有困难。事故发生后12天，国家标准局终于取得法院同意，进到存放天桥残骸的仓库采样。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调查人员发现，天桥吊杆在箱型梁的连接点严重脱落和变形。画面中这张照片是4楼天桥其中一个编号为 9U1 的箱型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箱型梁的顶部有裂缝，底部向内凹，这显示固定吊杆的螺栓是以一股向上的力量挣脱了连接点。调查人员猜测，这个崩离的连接点就是4楼天桥坍塌的关键。人员进一步在实验室重建箱型梁和吊杆连接点，并对其施加压力，想看看它实际到底能够承受多少重量。而实验结果显示，在拉力到达9公吨的时候，连接点便啪的一声断裂。9公吨听起来很多，但它其实是天桥自己再加上人群的重量。根据报告，4楼天桥本身就已经重达 32.5 公吨，平均分配给6个节点承受的话，一个节点就要载重 5.4 公吨。大家可能会想， 5.4 跟9公吨还差得远啊，怎么就承受不住了呢？这里我们就得说回承包商对吊杆所做的改动有多致命。原本连续单一吊杆的设计，让4楼与2楼天桥的连接点各自承担自己的重量，总重呢则由屋顶的横架接收。但当吊杆分成上下两节，4楼天桥的连接点不只要承受自己的重量，它连2楼天桥的也得一起扛。我们用小学生就会的乘法算一下， 5.4 乘以2等于 10.8， 这都还没加上人群哦。天桥自身的负重其实就已经超过连接点最大能负荷的9公吨。调查人员后续调阅新闻拍摄的现场影片，得出事发当天共有63名宾客站在2楼与4楼的天桥。这些人在天桥上享受音乐，跟着节奏舞动，殊不知他们脚下的连接点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溃。调查报告发布后，多家媒体用一句话总结了调查官的简报： It was never safe。 天桥从来就不安全。这句话是114人的挽歌，也是此事件最沉痛的注脚。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标准局花了整整10个月才厘清事故的成因，而凯越丽晶酒店只用了2个半月就准备好要重新开幕。1981年10月1号，堪萨斯城凯越丽晶酒店再次点亮中庭的吊灯，乐队吹响爵士铜管，旅客鱼贯而入。2个月前那晚的灰尘与哭喊，此刻仿佛被收进了另一个时空，只是1600人记忆的错觉。事故后，超过300件的刑事与民事诉讼涌入法院，不止受害者家属状告开发与承包商，业者跟业者之间也在互撕。即使调查报告写得很明白，天桥会塌就是设计不良与监工失当所致，但参与建案的各家厂商都觉得错不在己。开发商环冠中心公司说，虽然采用快速赶工法是他们的决策，但他们只负责出资，并没有参与设计。结构工程师 Jack Gillen 表示，虽然他的公司负责审图跟盖章，但更改吊杆设计的是承包商。钢构承包商 Haven Steel 则反驳说，改设计只是提案罢了，本来结构工程师就是要负责安全验算啊，怎么会是他们呢？况且调查报告书中提到，即使不把吊杆拆成2段，一开始的单吊杆设计也只达到法规要求载重的 60%。 不管怎么样，
这个锅都不该是加工钢材的他们来背才是。正如起司洞理论所言，本案是各单位层层疏漏排成一线所导致的悲剧，好像大家都有错，但大家好像也都不是最错。形式上，大陪审团认为此事件的被告们虽然都有严重的过失，但他们都不是明知危险还故意去做，因此最终法院裁定所有嫌疑人一律不起诉。虽然不用负刑事责任，但结构工程公司 GCE 的老板，也就是本案的结构工程师 Jack， 还有他的副手 Daniel Duncan 还是丢了执照。不仅公司倒闭，两人还永久不得在密苏里与德州执业。民事方面，所有官司最后都以和解收场。保险公司加上被告自负，共计赔出 1.4 到 1.5 亿美元，折算2024年币值大约是5亿美元。虽然天价赔偿金为本案画上句点，结构工程师也为自己的粗心付上代价，但人死不能复生，数百个家庭已经永远回不到从前。I had been asked to examine more closely the connection of the bridge. It was like it had fallen. I was climbing up to examine this connection. And about at this point, in the cables that were still attached to the side of the bridge was a part of a face. And I thought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2021年，在本事件40周年的纪念报道中，建筑师 Bob 接受采访，他表示事故当晚他很快就赶到现场。当他看到塌成一片的天桥和满地的白布，他脑中第一个念头就是问自己，是不是我害死了这些人？即使事后调查指出责任并不在他，那依然改变不了天桥把他的朋友压得只剩下侧脸的事实。过去几十年， Bob 致力在倡导第三方结构审查和工程伦理的重要性。他也是少数在事件后公开表示自责，将愧疚化为行动的人。I've had 50 people say that to me. You were saved. Obviously, you were saved for something very special. There's something out there you're supposed to do or you're destined to do in life, and that bothered me. I laid in the hospital for a month and a half, wondering when am I going to find out what it is I'm supposed to do. 当年最后一个从瓦砾堆获救的生还者 Mark Williams 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命危，他的双腿脱臼，骨头碎裂，肾脏还在同步衰竭中。医护人员要 Mark 的妈妈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截肢也未必能保住他儿子的性命。然而 Mark 屡屡创造惊奇，在医院躺了6周后，左腿失能的他靠着复健，靠着拐杖重新站了起来。许多人告诉 Mark， 困住他的那块水泥板带走了除了他以外的其他31个人，而上天之所以独厚他，势必是因为他未来要做大事，命不该绝。可这样的安慰听在他的耳里不免负担，似乎他必须要找到什么使命，才不枉费其他人的牺牲。不过后来 Mark 转念告诉自己，或许所谓的大事就是小事的集合，做好能做的，过好每一天，就不负宇宙给予他的心声。And this is him right here. What's up, man? Not much, but I like your shirt. Thank you. 2012年，65岁的 Mark 跟当初救出他的消防员重逢，他们俩互相拥抱，回忆事故当晚的种种。当时只是消防员的 Ray Wynn， 如今已经以队长的身份退休。他说，那一晚的煎熬，就连经历过越战的人都无法招架。因此 Mark 的生还对于他和他的队友来说，实在是莫大的鼓舞。遗憾的是，2021年消防队长因为转移性肺癌先一步过世，享年62岁。本事件的死亡人数在美国工程事故统计表上高居第1位整整20年，直到2001年世贸双塔崩塌后才被改写。如此惨痛的教训，让堪萨斯市议会在1982年火速通过条例，要求所有大型集会空间的建筑连接点必须经由第三方结构工程师复审并签章。日后芝加哥、休斯顿等10多座城市也陆续跟进这条新法，决心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岁月流转，昔日的堪萨斯城凯悦丽晶酒店，如今已更名为皇冠中心喜来登饭店。当初悬挂在空中的3座天桥，现在也换成了梁柱支撑的平台。44个年头过去了，这段悲伤的历史已渐渐褪色，但饭店北边的花园仍有座青铜雕像矗立，温柔提醒众人不要忘记逝者的名。
这是由罹难者家属与幸存者共同发起的纪念碑，在2015年落成。雕像的样子以2位舞伴轻轻相拥、翩然起舞为形，象征着1981年那场茶舞会永远停留在最美的一刻。愿我们都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出门在外也随时留意周遭环境，做好能做的，过好每一天。记得平安健康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频道的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